这玲珑殿好看虽好看，但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张明了。他有这么忙吗？圣君的时间是属于天下人的，自然是忙。你不是说你是圣君最离不开的人吗？你怎么这么闲啊？我可是身负重任。什么重任？重任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若你无聊，我倒有个法子让你解闷儿。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吗？摇头下注，玩的就是刺激。哎，规则很简单。你听懂了吗？啊，哎，来一句你就会了。不过，要用珍贵之物下注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。昨日的桃花酥，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吃呢。那我就拿它下注吧。此物过于珍贵，你用一般之物下注即可。比如，圣君前几日送你的那盒珠宝首饰。嗯。嗯。圣君，您几日没合眼了，要不先去休息？无妨。河州每日都去玲珑殿，混沌珠并无异样，也无异动。他虽是上古神器，但如今已经化为人形，便该以人相待。是。阿朱单纯，河州赤诚，他俩倒是适合做玩伴。来来来，小赌怡情，鸭大开大，鸭小开小。小，肯定是小，快开3、2、1，开！哈哈，你鸭小，蛋开大，这几只珠钗是我的啦！怎么样，还玩吗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就喜欢你这爽快的性格，别灰心，再多玩几把，我好好教你。不如也教教我。啊，圣君，张明，阿朱，坐。圣君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提醒我。开始吧。圣君，这不太好吧？让你去你就去。我的赌资够吗？哎，不要怪我意志不坚，实在是圣君给的太多了。开始吧。全没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阿朱，学会了吗？阿朱还未学会，我们继续。圣君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我都已经输得底朝天了。无妨，下个月的俸禄可提前添做赌资。那你不是说小赌怡情吗？我还想学。赌就是赌，大赌小赌都伤身。阿朱，你别学这些不好的。
我和周从今日起戒赌，再也不带阿朱赌博了。阿言，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宫中禁赌。是。退下。是。阿朱啊，这些彩头你可要收好了，可别再被何周诓骗了。不怪何周，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是他在陪着我。以前当珠子的时候，总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你，现在成了人了，反而想见一面都难，倒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是我疏忽了，你刚化为人形，定有诸多的不适应。可若长期跟着何周厮混，只怕他会带歪你。我为你寻一位先生，让他教你读书写字，可好？先生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国师，我来晚了，让国师久等了。无妨，片刻等待，等到便好。张明说，国师是东泽学识最渊博之人，更是国师主动应下教导阿朱一事。多谢国师。不用如此客气，倒显得你我生分。国师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都怪何周一直吓我，说要毕恭毕敬，否则会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的。但我觉得，国师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？一见如故。一见如故，你可是想起了某个故人或故地？国师说笑了，我只是张明的一颗珠子，怎么会有故人呢？开始上课吧，今日先教你一些基础字。这个字念人，也是如今你的身份。人，这个字简单，好记。此字念天，可这样记：天比人多两横，一横高于人，一横困住人。天，怎么如此蛮横霸道呢？这便是世间的秩序，天永高于人，人受制于天。
那我不喜欢天，天让人受苦，也让赵明忙得没时间陪我。人族的陪伴，须几十载，唯有天上之人，方能与天同寿。那样的陪伴，才叫永恒不息。可是陪伴的时间再久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两个人待在一起，感到不快乐，那种陪伴不是痛苦的吗？国师，这是我跟膳房师傅学做的点心，特地拿过来给你尝尝。国师今天为什么生气？是不是嫌我学字太慢，嫌我笨了？我并未生气，你心思玲珑，一点即通，又怎会愚笨呢？国师没有生气就好了。那你明天还会教我识字吗？既以为人能有简单纯粹的快乐，亦是好事。打开它。这支玉笔送给你，天道控人，但人执笔亦可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多谢国师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国师记得吃点心。你找来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世人为何会在不同场合用到花呢？婚丧嫁娶、祭拜神灵，看似不相及的事情，却通过同样的花来寄情。花在你我眼中非黑即白，只是形态上有细微的差异，而在世人眼里，花与花却大有不同，缤纷色彩，各有寓意。每次从云海望向人界，见孩子们只要吃了它，就会喜笑颜开，一块糕点便能获得的快乐，你我却感受不到。于你我而言，任何食物都没有味道。我们从未尝过酸甜苦辣，亦不会有眷恋，又何须感伤呢？理虽如此，从未拥有，便无需眷恋。你我作为神器，虽与天同寿，受众神敬仰，却也只是昊天的工具罢了，活得还不如凡人精彩。昊天赋予你我神力，自当是不允许我们偏私，更不得偏爱任何东西。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些什么，那注定也要失去些什么吧。可是，我们尝不出味道，看不到颜色，闻不到花香，更不懂情。这数万年，与同一天无异。天命，你不觉得闷吗？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便是神器的代价。这往后千万年、万万年，都要如此吗？
定属如此。终于好天。国师，方才在殿外，阿朱姑娘说这是她第一次做糕点，味道可好？很甜。可是阿朱姑娘说今天做的是咸口。哦，是吗？这糕点的做法很特别，是从我故乡那边流传过来的。原来是故乡之物，难怪你如此留意。来，你也尝尝。谢谢国师。尝到这糕点，我突然有点想家了。幸好宫中还有同乡之人，还可以相互作伴。子辰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不敢，国师大人，通天小地，子臣万不敢当请教二字，您问便是。若你有一个同乡之人，你本该带他回到故乡，可那里却充满束缚，满是凄冷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快乐，甚至他还会面临随时被牺牲的命运。若是这样，你还会带他回故乡吗？故乡本来应该是幸福的呀，如果回去会变得不幸的话，那便不回去了呗。国师，是子辰说错话了吗？哦，无事了，退下吧。是，那糕点，谢谢国师。昭明，你来啦！几日不见，我来看看你的功课如何了。那我自然是很用功的。这是我新学的字，国师说左日右月，皆是光明。国师教导有方，但我的理解却不是这样。像太阳一样耀眼，像月亮一样温和。日月合起来，是昭明的明。你这解法倒也在理。那你看我的字写的怎么样？字写的是不错，但是离得有点远。离得远？那近一点不就好啦？
张明，我算红颜吗？嗯。那我岂不是会搏命？我听人说红颜薄命。不会，阿朱会活得长长久久的，比我活得还要久。比你活得还要久？嗯。那有什么意思？我是张明的珠子，自然要和你一直在一起。你在我才在，不是吗？不，阿朱不因昭明而生，你的意义也并非因为昭明而存在。岁月漫长，得失行止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没关系，不必现在想，来日方长。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你的。昭明是圣君，心怀天下，所以走的是天子之道。天子之道并非我所求，我想做的是顶天立地的男儿大丈夫，不困于天，亦能庇护人族，冲破之天。国师说，天比人多2横，牢牢困住了人。但在你的笔下，人竟能破天？事在人为。昭明，其实我不太理解，人究竟是什么？人很简单，也很复杂。看似很单薄，但也可以很有坚固。光看一张纸是看不明白的，看人要用心。心？你要看一个人，不能只看他的外表，也要看他的内在。要看他说了什么，也要看他做了什么。要看他之长，也要看他之短。看他如何待自己，也看他如何待别人。看他在顺境中的风采，也看他在逆境中的抉择。人，短短几句话是说不清的。你若想要了解，我日后带你慢慢去看。神皇，我们在人界追查多时，仍未找到神子。预言所示的信息有限，寻找起来简直大海捞针。要我说呀，纵使预言为真，可难道我们诸神还斗不过一个神子吗？天命书指万物因果，其限预言必将成谶。办事不力，竟还诡辩。神皇息怒，我们此次游历各国，并非一无所获。哦，东则为天下之首，各国与各部落均受其管辖。东则国主昭明出类拔萃，卓而不凡。若能揽昭明为神皇所用，找神子一事大有裨益。关于神子的预言，我突然有一个推断：所谓神子诞，或许10年前天命书降下预言之时，便是这神子诞生之刻。不如
从那年那刻出生的孩子中着手寻找。所言有理，你们继续下界寻找，再降一道神谕到东泽，让昭明献上童子。可是神皇，那年那刻降生的孩子那么多，若是分辨不出神子呢？那便都杀，一个不留。苍浩之年降生阴海，3000童子召为神士。国师，这是刚降下来的神谕。苍浩之年，那不就是10年前吗？那一年，天破了个大洞，人族危在旦夕，老国君也是死于那场浩劫。国师，现在该怎么做？身为国师，接到神谕，自当禀明圣君。如何决断，那便是圣君之事了。荒唐！神族如今连孩童都不放过，以神事为名，再逼人族行献祭之事，4行所谓神谕，便要夺走3000性命，有我昭明一人，绝不屈从神族。请国师将龟甲毁了吧。自今日起，东泽不接任何神谕。圣君，可想清楚了？神族不忍，变本加厉。如今，必须加快找到抗衡神族之法。人神实力悬殊，以人抗神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但我却相信，人定胜天。那便祝圣君得偿所愿。干啥呢？臭合咒，你又吓我！你这么快就帮我买到新的画本子啦？这可是我托了层层关系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买来的孤本，所以嘛，是不是得再加些跑腿费啊？我看你这手串就不错。画本子的钱我早就给你了，你又想诓我？哎，谁让你学字学的那么快，还一天看3本？我这买卖可不得跑断腿吗？再说了，这次的画本子跟你之前看的神话故事都不同，这几本讲的是爱情。爱情？大家都吃好喝好了？要不要听故事呀？今天的故事呀，非常适合大家听，讲的是一个家徒4壁的渔女与落难民间的皇子相恋，最终成为皇妃的故事。接下来就有请宫中博览群书、阅画本子无数的阿朱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善良的渔女出海打鱼的时候，意外救回了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。渔女的姐姐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就告诫渔女千万不要在路边随便捡男人回家，特别是受了伤的男人，因为会变得不幸。可渔女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男人不是路边捡的，
是海底捞的。阿朱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他来了之后，这原本冷清的长明宫也变得生机勃勃。是，宫人都很喜欢他。圣君可要进去看看。我若进去，他们便玩不开了。先去办正事吧。这些年来，我四处寻找，研究抗衡神族的办法。相传，唯有高于神族之物，方可压制神族。其一是上古神器天命书与混沌珠，其二便是天地初开之时，鸿蒙杀气幻化的君天剑。圣君照这地图，已亲自寻了3回，终点均是虚空之地，根本无剑。会不会是这地图有误？不，地图应是真的。我每次找到终点，都能感觉到强烈的剑气，或许只是方法不对，才让君天无法现身。阿言，你再去寻一些顶级的铸剑师，看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。是。若仍未找到君天剑，圣君当真不考虑用混沌珠来对付神族？混沌珠曾以身补天，已然扛过天下之责。如今宝珠失灵，就让阿朱简单快乐的生活就好了。至于对抗神族，本就该是我的责任。况且，神族若下到人界，则神力受限，即使正面交锋，以我的人皇之力，亦能与之较量。可圣君已失去一道血魄，寻的也是耗损自身的法子。一道血魄而已，我还没那么虚荣。区区昭明竟敢毁掉神域，还不如直接让我杀了他得了。若能直接处置，又何须等到现在？昭明天生神窍，是人族唯一能修炼神力之人。他乃天下共主，受人族拥戴，身上有斩不尽的人皇气运，根本就无法直接将他杀死。况且天道有序，你们若在人界施展神力，功力将大幅削弱。凡人皆有贪嗔痴怨，昭明必有弱点。昭明的弱点并非在自身，而在于天下安泰。他不接神谕，难道其他各国也敢不遵神谕吗？倒不如用一招敲山震虎，将人界的水搅浑。天下动荡，我倒要看看这昭明还如何独善其身。不错，你我皆为西域之神，最擅长操控人心。若在各国降下神谕，
引诱他们争夺资源，战事必起，蝼蚁众生都将死于战时。昭明岂敢不从？那便立刻去做。我要看到昭明气短，人皇臣服。半月之间，各国竟同时开战，此事必有蹊跷。是，连向来未战的西邻国，不知为何也暴乱丛生。眼下东泽边境情况如何？圣君下令后，边境将士已提高警惕，只是大连流民逃来东泽，压力大了许多。天下本为一体，无你我之分。贺州，传令下去，好生关照这些流民。另外，从今日起，自长明殿开始，吃穿用度一律节俭，用以支援难民。是。阿爷，你速去调查此事，找出背后原因。是。进。国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昭明过去的事情？为何？昭明虽然温厚亲切，但总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直到最近，他连笑容里都带着忧愁，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枷锁在困着他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他究竟经历过什么，身上又背负了什么。里面记载了东泽本朝的故事，也是昭明的传记。10年前，东泽老国君死于天劫，昭明尚少年，便担负起了整个天下的重责。他天生神窍，骁勇善战，还未及冠，便率军出征，平定各国来犯，稳定东泽。昭明勤政为民，深受臣民爱戴，天下归心，世人奉他为圣君。人族受神族所控，昭明便立下誓言，舍生忘死，亦要护世人无虞。原来困住昭明的不是一道枷锁，而是天下所有人。每个人都叫他圣君，但这一声声尊称背后，是对他的敬仰和依靠。大家都依靠他，但他又能依靠谁呢？他一定很累吧。相比圣君，我更想一直叫他昭明，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昭明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，这是他主动选择的命运。命运？今日便教你昭字。昭，左边为日，如日中天，照拂众生；上面为刀，下面为口，
实乃刀口舔血，向死而生。国师的意思是，昭明会死吗？圣君天生神窍，自当与天地同起，又怎会死呢？今日是我多言了。命运玄妙，并非你我看得破的。吓我一跳。昭明没事就好。国师博学，常说一些深奥的我听不懂的话。那阿朱还有一个深奥的问题，想要问国师。你说，什么事情？画本里樵夫和神女相爱，即使变成石头，永不能相守，也无怨无悔。阿朱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你说，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，便能活得熙熙攘攘，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好吧，那便不问了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我亦不知情为何物，我只知情只该属于世人，不该属于神女。神女动情，必遭天罚。看来神女也不好当呢。那或许你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珠子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是神仙珠子？我只是昭明手中的一颗普通珠子，只要每天能看到它，陪着它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可你是珠子，他是人，你们注定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不会的，你看，画本里樵夫虽然变成了石头，但心里却依旧爱着神女，没有什么能把他们真正分开。就像我和昭明，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昭明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浅浅曾爱过，若不然，自然的彼此烟波。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愿今生盼得与你成说。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起了缄默。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听随我缘尽世间的花火。这里夜夜灯火通明，正是似乎没有处理完的那一天，难得入眠，却又梦魇。昭明，这便是你的圣君之道了。一夜好眠，都是奢望。
苍野满阁秉烛观月色，眼睛上盼的与你沉说，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尽了缄默，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紧随我日记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影里仿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相握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不知为何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纵万事纷扰，我亦能宁心定神。